大家好，我是大伟。中老年人容易失眠啊，它已经不是一种话题，而是一种现象了。我相信很多中老年人啊都经历过失眠，或者此时此刻啊正备受着失眠的一个煎熬，躺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眼睛一闭啊，感觉睡了一觉，其实啊脑子里面就像这个放电影一样啊，这个大脑啊始终得不到休息啊。这种状态如果持续久了以后呢，对于我们的记忆力啊，对于我们的心理的一个健康啊，都会带来极大的危害。那么怎么样才能改变失眠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在这里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民间的非常有效果的，叫做7天安神法。这个方法啊，对于我们很多的中老年人来说啊，比如说一些由于内分泌紊乱啊，或者精神压力过大啊，导致的失眠啊，都能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经常练习以后啊，一般来说，只要你达到7天以上的练习，就能够让你眼睛一闭，再一睁，天就亮了，睡眠质量有一个大的提升。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来讲这个方法怎么去做。这个方法呢有2个步骤，每一个步骤啊都不可以少啊。第一个步骤呢叫做守神门啊，顾名思义啊，就是在我们的神门上面啊做文章。神门在哪里呢？给大家画一下啊，这个我手伸出来啊，然后呢在这里这个位置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神门穴的位置。那我们找到这个位置以后呢，我们有2种方式去对待它。第一种呢，就是你睡觉之前，你可以把2个神门啊，就这样看对在一起啊，这样对在一起啊，就神门和神门要靠在一起，然后去揉啊，顺时针你揉一个60下到80下啊，逆时针啊，这样反过来揉一个60下到80下。这个揉的时候啊，力量一定要渗透进去啊，2个手啊贴合紧一点，把2个位置啊，你看怼上去以后啊，顺时针揉。然后逆时针揉啊，这是第一个步骤。也有的朋友啊，他说他这个平常啊也没时间，也记不住。我在这里啊再教大家一个小方法，什么呢？你拿一个那个黄豆啊或者绿豆啊，这个大小啊就像个小圆珠子一样啊，你把它干嘛呢？贴在这儿啊，拿一个创口贴把它往上一贴啊，把豆子放在这儿，创口贴往上一贴，2个手都要贴。贴完以后，你该干嘛干嘛。那这样的话，它就会给予我们这个位置啊进行一个长久的一个刺激。这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步骤。第2个步骤呢，我们需要用到这个道具，叫做绿檀经络梳，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这个梳子啊和普通的梳子啊不一样，它就是为了疏通我们的经络而诞生，而且它的用处啊不简简单单啊是梳头，还能开我们的面部。它所以有个另外一个外号叫做美容梳啊，这个用法呢我都会放在合集里面，所以居家备上一把这个梳子啊，非常的耐用实用啊。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啊叫7天安神法，第2个步骤它是有一个说法啊，叫做3线2点啊，是哪2点呢？咱们第一个来说啊，第一个点呢是在我们的额头啊，额头处我们要把这个梳子你看往上去进行一个推刮啊，我把眼睛下掉，我们把梳子往上去进行一个推刮。做的时候可以把眼睛闭起来，然后手持的时候是最好是这样拉，那大家看哈。中指扣一端，拇指扣一端，然后食指在上面形成一个固定它这个梳子拿起来和其他梳子不一样，因为你要配合一个手法，你看这样的话呢，它很好的能开我们的一个脑窍让我们的经络给疏通。你看就这样推这样推。梳子是中间这3个刚好怼在我们脑门中间往上去推。推的时候有个技巧，很多人他不会做新手上犯的错误上下刮，不是的不是上下刮，是往上去推。你别看我们做起来差不多，但是其实我是往上推，你看往上推松，然后往上推，这是一个慢动作这样去刮我们的一个脑门。不要刮多了会有3条红印子我们就一般刮一个40下到60下。做完以后，你会发现头脑特别的舒服感觉特别的放松，整个头皮一层一层的完全解开来。这是我们前面的第一个点后面还有一个点，这是放在最后做那我们看第2个步骤是3线，是哪3条线呢？第一个是侧边线侧边线，手还是这样的一个手势大家看持梳的手势是这样的你看刮到哪呢？刮到我们的后面脖子上，刮到我们的脖子上，从前面眉毛处刮到后面的我们的脖子处好，我们来看一下，看1、2、3，我们做一个12下4、5、
6，速度不用快啊，渗透进去。7、8，它和普通梳子啊刮起来的感受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它更有一个渗透力以及一个张力，可以把我们的整个经络啊给它张开来啊，非常的舒服啊。这边呢侧面12下，然后这个我们正面啊这条线也是12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姿势啊，拿梳子的姿势啊给摆好啊，1啊2啊，从头刮到后面啊，刮到我们的后面这个脖子处啊，刮下去啊，然后来3啊4啊，就这样刮，速度不用很快，就像我这样的一个速度啊。然后呢，最后啊就是什么呢？我们侧边啊左侧的这条线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姿势啊给它摆好，看1、2、3，非常的舒服。做的时候啊，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头皮啊，还有这个头脑上面非常的放松。还有很多啊，就反馈来说，他原来自己头啊总是疼，动不动啊就头疼。然后呢，用过这个方法以后呢，不仅啊失眠改善了，而且呢这个头疼的现象完全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方法啊是小东西啊，它有大作用，你得看怎么去用。用的好了以后呢，它就能给你带来啊这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哈。那同样是12下，一共啊3条线36下，最后一步就是后面这个点啊，顺序千万不要搞反啊。这个3线2点，以第一点为开始，最后一个点为结束。好，最后我给大家看怎么去做。最后一个点呢，大家看啊，就是从我们的耳朵，你看把这个梳子啊，你看对着我们的耳朵移过去啊，在头后啊，也就是我们风池风府这个位置。我们从上往下刮，依然不是这样上下刮，是从上往下。你看，两只手抓住，1、2、3、4，渗透进去往下刮。这里呢，它这个梳子的这个齿啊，刚好可以把我们整个这个颈部啊给它覆盖住，在往下刮的时候啊，有着很好的通经络啊。你看，1、2、3、4、5、6、7、8、9、10，这个我们可以多刮一些啊，我们可以刮一个20下到30下，然后呢，做完以后你会发现啊，非常的舒服啊。这个动作啊，我们是在睡前啊半个小时去做，每天啊睡前半个小时去做，再加上我们这个神门的配合，一共坚持7天，所以叫7天安神法。做完以后啊，头脑是非常的舒服。然后呢，做完以后，慢慢的躺在床上，然后啊，过一会儿，自然而然就能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所以这一把梳子加上我们之前的第一个步骤，就能够让你啊快速的啊改善我们的一个失眠。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啊。这个视频啊，我会加入在合集当中，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先给收藏下来，以后随时打开啊，随时就能看。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我的身边呢有这么样一位老年人啊，我个人是非常佩服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今年呢是73岁，而且呢通过一个动作坚持了10年，10年下来以后啊，原本的这种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通通的都回到一个正常的指标。他究竟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啊，就是源于他60多岁的时候啊，一次突然的这种心脏上的问题发作，然后就被送到了医院。送到医院以后呢，他就开始觉悟到了啊，他感觉自己在鬼门关走了一圈，他感觉生命非常的可贵。和我们很多正常人一样，他最早之前啊就是熬夜啊，喜欢喝酒，也喜欢吃肉，然后一下子就是开始戒了，就是熬夜也不熬了，生活呢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麻将也不打了，然后这个肉啊什么东西啊能少吃就少吃了，同时一个动作一个运动一坚持就10年。那么这个10年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首先，他原本的体检啊就是3高都很高。然后一下子通过这个运动，大概在1年半到2年的时间，然后3高慢慢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医生都非常的惊讶，说你怎么做到的呢？这个老年人就说，我每天只做一个运动，同时啊，我把嘴巴给收紧了啊，这样的话一坚持就是10年。到现在啊，身体非常的棒，看起来是非常的健康，而且原本吃了很多药啊，现在都不吃了啊，医生都建议他，你只要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了。那么他做的是什么样的动作呢？啊，我今天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感觉这个动作也非常好，大家没事的时候啊可以按照这个动作来练一练。那么这个动作呢，它是一个全身性的动作。那么我首先给大家做一个慢动作的演示，就是首先呢先踮脚啊，踮脚的时候啊头往上抬，然后咱们往上去拍手。拍完手以后下来了以后，这个脚不是落下来以后吗？咱们再往后面拍一下啊，做一个连贯性的给大家看啊，1、2、3、
4、5、6、7、8、9、10。大家会发现啊，这个动作你做起来以后啊，其实看起来简单，其实还蛮累的。为什么呢？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什么呢？首先，小腿这边啊会比较累。第二个呢，在进行上下拍打的时候啊，我感觉我的肩颈这一块啊，肌肉又得到了很好的一个锻炼。同时啊，咱们之前的视频讲啊，这个小腿啊被誉为咱们第二颗心脏，它有着很好的帮助我们这个血液啊往上蹦的这样作用。这个动作经常的去做，它可以促进咱们的一个气血循环。其实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其实讲白了，这种心脑血管上面的一些问题啊，和我们的气血的运行啊是离不开的。通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啊，前后的进行手上的拍打、踮脚、抬头，它可以很好的去帮助我们气血循环。再加上啊饮食上面适当的控制，这样的话你的血脂、血糖、血压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和改善。那么我们每天啊就做一个300下到500下，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浑身的经络啊都非常的畅通，而且整个人的气血循环，包括我们的一个代谢能力啊，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和帮助。经常去做一做啊，对于我们的心脏啊，对于我们的血管啊，都非常的好。我是大伟啊，每天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动作，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要给大家分享一个100多岁的老人啊从来不失眠的方法。我们都知道啊，人只要过了50岁、60岁以后啊，就特别容易失眠了。现在失眠啊，已经是中老年人啊很常见的一种问题。那么人为什么容易失眠呢？其实按照这个100岁阿婆的一个说法，就是因为他的经络不通，气不顺。当你的经络不通了以后，你身体里面的气啊就容易在里面乱窜啊，窜到哪就容易出小岔子。而睡眠呢，它首先需要的是一个静。这个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不妨去想一下，自己入睡的时候啊，你是不是感觉在有一个阶段，你身体完全放松下来了以后，一下子眼睛一睁，天就亮了。这个就是静。静是怎么来的？其实你的身体里面的气啊不到处乱窜了，不捣怪了啊，你的经络通畅了，你的身体啊自然就静下来了。其实有些人啊，他经络通，他更容易进入到这个静的状态。而有些人啊，他身体经络不通，就是心里面就浮躁，他心里面一浮躁就不容易进到这个静的一个状态，你的状态都不能进入到一个静的状态，就更不要谈睡眠了。所以呢，这个老太太啊，就用了她自己独特的方法，让自己的身体更快的进入到一个静态当中，然后呢，从而让自己的睡眠一直保持的非常好。今天我要把这个静心的方法告诉大家。那么马上我来讲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那么首先我们讲，想要身体变静，咱们第一个就要学会理气啊。理气也就是理经络，你只有把气理顺了，经络理通了，你自然而然就能进入到一个睡眠当中。今天教给大家的方法，无论你是这个站着做，就跟我现在演示一样，或者是坐在那里，或者是躺在那里都可以啊。但是我们这里呢，先用站着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个腿脚正常站直，然后呢，把我们的双手你看这个手腕相对就这样保持这个姿势。如果你是坐着，你就坐着坐着把这个姿势保持好；如果你是躺着，就躺在这儿，把这个姿势保持好。一定要保持这个姿势就是拿我们的手腕和我们的手腕腕横纹相对，然后把手指一个手掌贴着我们的一个小臂另一个也是一样，就这样贴好把这个姿势摆好了以后收腹挺胸，把眼睛闭上，舌头微微的顶住我们的上颚然后来吸气。你要开始寻找感觉，什么样的感觉呢？你会把你的所有的意念集中在我们的鼻子你去吸气，你要能感觉你鼻子里面这个每一个气流所到的位置你鼻子里面都有感受，然后这个气流会随着我们的鼻腔进入到我们的深处再直到进入到我们的肺部我们要有这种样的感觉来吸做的时候舌顶上颚然后放松。吐气，再把我们的意念集中在我们的鼻腔，吸，吐气，吸，吐气。
你的意识啊，要完全的追踪这个气流，这是说明什么呢？就是把你的整体的一个意识啊，给它降下来啊，让你的大脑啊，慢慢的变安静下来，这就是一个静啊。通过这个方法，快速的进入到一个静的当中，同时呢，我们这个手啊，放的也是有讲究的啊，神门相对啊，包括我们的一个内关也在相对啊，这两个位置啊，对于我们非常重要。它这样的话呢，就能形成一个很好的经络循环啊。我们做完5个呼吸以后，把手你看转过来啊，你看转过来啊，依然的是这样姿势，再做5个呼吸，静下来，2。吸气、呼气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什么呢？就是缓缓的吸气啊，然后你要让你的意识啊追踪这个气体啊进入了我们整个肺腔，再然后呢再把它吐出来。这个时候意识啊都要跟着我们的呼吸去走。我们做上一个5次，然后换手啊，也是缓缓的吸气，缓缓的吐气。然后做完10次以后，正常耗时的话是3到5分钟。你应该会感觉做完以后啊，身体是完全安静下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啊，每天在睡前的时候把这个方法念一念，一定要坚持念上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自己啊进入睡眠的状态越来越容易，直到后面就眼睛一闭一睁啊就能睡着了。这个方法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也是这个老人教给我的，我个人认为非常的好，所以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谢谢大家。